中共四中全会前，北京的气氛异常紧张。军车进京，解放军报突然发出箭在弦上的备战信号，一份疑似军中四人帮的名单更是在网络流传，名字里竟然出现了彭丽媛。与此同时，外界也传出了惊人的消息：习近平和蔡奇可能在四中全会上被党内元老逼退，而幕后真正操盘的人是前总理温家宝。军中权力重组，宣传系统异动，党内风向骤变，这不再只是风声，而是一场正在中南海内部酝酿的权力转向。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旅居海外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抛出了一则震撼性的爆料：中共党魁习近平与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可能在四中全会上被迫退位。中共党内元老与军方已经形成默契，正以年龄与健康为由推动两人交出职务。蔡慎坤说，消息来自一名与中南海高层长期往来，而且接触频繁、了解中共政治的人士。对方呢还提供了若干的聊天截图作为证据。更耐人寻味的是，消息还特别提到，目前所有党内上报与下达的文件都要经过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来审核。中共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由元老派临时掌控的监督机制。这象征着中共最高决策权正在被重新分配，这意味着中共四中全会表面上仍是例行会议，实际却可能成为元老主导的权力重组场。蔡慎坤进一步地指出，导致这一次逼退行动加速的另一个因素是习近平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之间的决裂。消息人士告诉他说，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你亡我活的程度，都把对方视为政治生命的对手。爆料还说，中共高层的安保系统也已经更换，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刘振立早已经接管了军队，在军中建立了独立的指挥链，因此军令不再听命于习。这意味着习近平在军事领域的实际控制力正在流失。与此同时呢，北京及中南海的安全防卫体系也已经被军方直接接管了。爆料说，目前中央警卫局与北京卫戍区已经被军委体系控制，中部战区司令与政委双双失联，他们的军队指挥权最终归属尚不明朗，但实际掌控权已经转到了张又侠和刘振立手中。9月28号，有网友拍摄到了大批军车进京，次日有许多坦克出现在了北京街头。如果上述爆料属实，那么这一系列的变化显示出，习近平的军权很有可能正在被有计划地剥离。蔡慎坤分析说，如果习近平能够在四中全会期间让出任何一个位置，无论是党内、军内或者是国家层面的，都是他的权力结构已经不可逆的动摇的象征。那么接下来2年，他的权力将进入瓦解期。如果习近平在中共四中全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权力松动，那中共21大就很难说了。不过蔡慎坤也强调说，中共的黑箱政治下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突变，没有人能真正预测政变的形势，但是它的爆发往往比预期更突然。就好像1976年抓捕四人帮时，同样是在密室中完成的。与蔡慎坤分析相互呼应的是另外一位称墙内普通人的消息，他在近期的视频中披露了更具体的逼退习近平的计划。他说，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已经拟定了以李克强被暗害案为核心的政治议程，准备以此为由，在四中全会上强迫习近平主动辞职。根据爆料称，胡锦涛计划以并退形式让习近平下台，如果习拒不配合，将由胡春华正式提出动议，启动对李克强死亡事件的全面调查。据称呢，决策小组已掌握了人证物证，一旦立案，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包括蔡奇、王小红和卫东等人，都将难逃罪责。爆料同时指出，胡锦涛、温家宝、张又侠、汪洋等元老级的人物已经完成了分工。张又侠掌控军权与会场安保，刘振立指挥82军进驻北京，
胡春华负责会议议程与逼退提案，温家宝则担任反习集团处置小组组长，2年内结案。这个说法与蔡胜坤的爆料形成部分的印证，双方都提到了军权转移、元老干政，还有温家宝介入这3大核心要素。不同的是，墙内普通人给出的剧情更具体、更具操作性，指向了一次精心安排的体制内政变。反共网红蒋网正则给出了不同的版本。据他的爆料，中共4中全会已经内定了下一步的人事格局，李强将出任中共军委第1副主席，成为习近平接班人；张生民取代何卫东出任军委副主席，钟绍军晋升为军委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这些人都是习近平的核心亲信。蒋网正的说法与蔡胜坤墙内普通人的版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3方爆料是相互交错，虽然来源和立场各异，却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焦点：习近平的权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围绕着中共4中全会的权力风暴，或许即将重塑中共高层的政治版图。朋友们，接下来是工商时间。最近我有个朋友成功的帮助他的儿子戒掉了冷饮等不健康的零食，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超特别的产品，那就是红海参修复饮。朋友的儿子很喜欢吃冷饮，我朋友呢原本只是想帮儿子换个更健康的零食，结果他的儿子一吃就爱上了，朋友自己也试吃了一下，觉得相当的不错。这个产品呢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配方就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再加上10%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了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的胶原，还有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还有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等。而且一盒30多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就更特别。我建议大家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了。我的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就买了10几盒。大家可以点击描述栏下方的购买链接，并输入优惠码大时局拼音，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中国大陆是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就在蔡胜坤的爆料在海外引发了广泛的舆论之际，来自体制内的另一个信号也引发了舆论的震动。中共的解放军报在10月6号突然发表了短评，罕见地承认当前的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并且要求全军保持箭在弦上、引饵待发的备战状态。在中共4中全会召开前夕，突然刊出这样的评论，立即引发了舆论猜测。文章还连用“厉兵秣马”、“沉戈待旦”等极具紧张气氛的词语，强调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对照中共一贯在政局不稳定时以外部威胁转移焦点的惯例，这段措辞被视为明显的政治暗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共军方首次在高层动荡时释放备战信号。从2023年以来，军中高层接连失踪或被调查，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相继落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今年3月以来更是销声匿迹。如今，整个军委仅剩张又侠一人独撑，使得外界普遍认为军中权力结构已极度不平衡。有军事观察员指出，这篇军报评论的真正目的，并非对外战争预热，而是为内部维稳造势。旅美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分析说，中共什么时候喊团结，就是最不团结的时候，越怕乱就越要喊出备战。他认为，当前中共军中士气低迷，权力真空严重，当局借由不断强化训练、重申忠诚，意在转移官兵的注意力，防止内部出现不安和质疑。有关张又侠独撑全局的现象，台湾的学者洪耀南评论说，
这种看似稳定的集中，其实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张又侠因为政治或者是健康因素失去权位，整个军委可能在瞬间崩解。他认为这是中共自文革后最危险的军权结构。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国殇期间仍然公开谈及反台独、防外部势力干涉，但专家普遍认为这更多是对内动员，而非是对外挑衅。中国问题学者王鹤就指出，中共已从过去的战略机遇期转向安全风险期，这显示出他对内外形势的评估是越来越悲观。经济下滑、内斗激化之际，备战成为维权维稳，但这其实是焦虑的表现，而非自信。在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军报的这篇短评被视为提前释放的政治信号。它表面讲的是备战，实际指向的则是政治忠诚，谈的不是战争准备，而是防止体制内再度发生军心异动。对于一个领导权威出现裂痕的政权而言，这样的箭在弦上，也许指的不是战场，而是中南海本身。就在解放军报高调地喊出随时能战的同一天，一份据称出自军方内部的紧急通知在网上流传，指称一个名字为军中四人帮的反革命集团正在被查处，成员竟包括何卫东、苗华、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令人意外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这份文件由自媒体人士山东和夫率先公开，据称是华夏自由党的大陆成员从军中流出。通知标题为《关于严肃查处中共共军内部现行反革命集团军中四人帮事件的紧急通报》。文件内容以极为罕见的现行反革命措辞描述四人罪状，指他们组成小集团，试图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并暗中策划对张又侠的不轨行动。根据文件叙述，何卫东被指建立忠诚卫队作为私人武装，苗华被称为精神教父，在军内宣扬新血统取代旧势力，林向阳则负责情报与行动，涉嫌策划对张又侠的暗害，而彭丽媛则被指利用文艺慰问活动作为掩护，为习近平传递密信，联络军中亲信。这份所谓的通知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文件中现行反革命的字眼，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被正式废止，且通篇行文更像是文革时期的批判稿。多数观察者因此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不太可能是当前中共军委正式文件。然而，即便真伪未明，这个文件的流出仍被视为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警告行为。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反习派军中势力对习近平阵营释放的威慑信号。如果习不在四中全会上交权，彭丽媛等家族核心将被推向舆论审判的前线。有观点认为，这份爆料虽然来源可疑，但其内容与现实军内人事走向存在着若干对应关系。首先，何卫东、苗华、林向阳这三人确实在今年以来相继失踪或被调查，军中高层几乎被清空。张又侠则成为了唯一仍在公开露面的军委副主席。这种人事格局和清洗四人帮的传闻暗合。旅美时评人陈破空分析说，这类爆料的真正重点不在文件真假，而在于它反映的政治心理。军中已经有人敢于在舆论场上公开对第一家庭放话。他认为，从1976年的四人帮到今天的军中四人帮，名称本身就象征权力斗争正进入清算阶段。也有分析指出，这个爆料出现的时机极为微妙，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倒数2周之际，军中四人帮的叙事被抛出，实际上等于在舆论层面提前定调，习近平不再是核心，而是潜在的被清算者。对反习派而言，这不仅是舆论战，更是心理战，让核心成为孤臣。尽管四人帮文件尚无法得到任何官方验证，但它与军报备战、军权集中、将领失踪等现象交织在了一起，共同的构成了一幅极为诡异的权力画面。
军队内部的忠诚秩序正在被重新定义。除了军中与高层的权力震荡，四中全会前夕，中共宣传系统也释放出异常信号。从9月30号到10月7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8天，在一个名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执行下的中国经济专论”的栏目下，刊发了署名中才文的评论文章。这个栏目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专属宣传平台。像这样的栏目，连发8篇文章，其背景其实并不复杂。这一轮宣传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聚焦经济，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抬轿子，但文章通篇聚焦经济困境与增长压力，反复强调挑战严峻、形势复杂，需要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等字眼，实际上已将经济低迷的责任与决策失误的根源暗暗对准了习近平本人，将经济下行的大锅都扣在了习近平的头上，是一种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有分析就认为，这样的舆论导向是宣传系统内部的一种防御性姿态，既要表态忠诚、政治自保，又要为可能出现的权力转向预留空间。一旦中共四中全会后政治风向转变，这些高调送习的文章便可以成为切割的依据，既已尽忠，错也不再下属。与此同时，体制内的不满情绪也在蔓延。就在10月初，一篇自称出自中央中层的员工匿名投稿在海外曝光，声称大裤衩里没人真心服习，直指央视节目满屏歌功颂德，令人作呕。这篇文章迅速在华语舆论场掀起了共鸣，许多网民认为这揭示了官方媒体内部真实的情绪裂缝。在连篇累牍的宋胜背稿后，是一群被迫开着窗剪片的编导，用自嘲来掩饰厌倦。因此，当军中传出备战清洗的风声时，宣传系统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焦虑，嘴上在颂扬，笔下却在切割。这种矛盾的姿态使人看到中共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体制已不仅是权力斗争的修罗场，更是一场全方位防震的政治工程，人人自保，人人观望。随着四中全会的临近，北京的政治空气更加凝重。从蔡胜坤的爆料到军报突发备战信号，再到军中四人帮的传闻与党媒的低级红高级黑，一连串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中共体制内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撕裂。历史上每一次中共的权力转折都伴随着黑箱操作与突发事件。如今的四中全会表面仍是经济与改革的议题会，实际却成为了一场对现任领导权威的集体审判。不论结果是逼退还是妥协，这场会议都将决定中国政治的下一个篇章，是维稳下的延续，还是巨变前的静默。北京的夜色依旧平静，但那座看似沉默的中南海，或许正酝酿着一次足以改写权力格局的风暴。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